AGM-158联合空对面远攻飞弹是美国发展的一种低可探测性距外空对面巡弋飞弹，是一种大型的半逆踪对面飞弹，重量超过1吨。它从1995年开始发展，2004年开始服役。除了美国空军外，包括澳大利亚和芬兰也采用了此型飞弹。除了标准版本外，延长射程版本已于2014年服役。GASSM 计划延续着1995年取消的 AGM-137 TSSAM 技术开发。TSSAM 是美军在1986年开发纳入逆踪设计的防区外攻击飞弹，但计划管理不善，开发成本超支，量产成本初步将飙升到原计划的3倍之巨。美军因此决定放弃该研发计划。但是美军仍有防区外攻击武器的需求，因此美国空军在1994年终止 TSSAM 后，及相近的技术需求向各国防厂商重新征询意愿。这次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表达有意竞逐。1996年6月，美国空军向2间厂商签订了初期开发合约，给予2间厂商24个月开发他们所提出的防区外攻击飞弹概念，并授予 AGM-158A 与 AGM-159A 的技术编号。1998年4月，美国空军宣布由洛克希德马丁得到 GASSM 计划的工程制造开发合约，主导 GASSM 开发的部门为臭鼬工厂。2000年，美军计划由空军采购最多4900枚 GASSM， 海军则会采购453枚，飞弹计划制造成本为40万美。仅配置发动机的原型弹在1999年11月进行首次测试。飞弹导引系统的开发始于2001年1月，全系统变备的原型弹于2001年12月开始组装。然而在2002年测试的2枚全功能原型弹测试失败，因此计划延期3个月。2003年4月全功能弹完成，但是试射再度失败，主要问题是发动机启动系统故障率偏高。虽然洛马当时完成了 GASSM 在现役战机上的整合工程，并且在2004年5月拨款量产，但是美军并没有允许投入作战使用。由于整体制造工艺的不完善，至2007年5月，美军已接收了600枚飞弹，但并无实际纳入战斗运用。且因 GASSM 的低良率顾虑，原本预定在2005年开始采购的美国海军先将采购计划延迟至2007年，最后退出计划，改购至以鱼叉反舰飞弹改良技术成熟的 SLAM-1R 飞弹。五角大厦在2007年7月批准了6800万美金的预算，用于改良 GASSM 的可靠性，并重新进行测试认证，并在2008年春季再度评估是否要继续该计划。洛马公司为表示对计划的诚意，则答应美军自费修缮已产制的 GASSM。在2009年的测试挽救了 GASSM 的前途。该年共使用了16枚飞弹进行测试，15枚命中目标，超越最初评估的命中率标准。AGM-158A 由 CAE G402 涡轮喷射发动机提供动力，在飞行前，机翼保持折叠以减小尺寸，发射后机翼会自动旋转，有一个垂直尾翼。导航是通过惯性导航和全球定位系统更新，目标识别和终端归位是通过成像红外导引头。数据链允许飞弹在飞行期间传输其位置和状态，从而改进炸弹损坏评估。GASSM 将由各种飞机携带 F-15E、FA-18、F-16、F-35战斗机、B-1、B-2和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都打算携带这种武器。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建议减轻 AGM-158A 的弹头，以增加其射程。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更便宜且更可用于旷日持久的冲突的情况下，从敌方防空系统外发射更远的距离。